Hello，大家好。这一期的话，我们来看蛮王泰达米尔的一个上单兑现这个出装符文搭配情况。装备上面的话，还是火炮是第一件然后第二件西兰刀，其实没太多变化。它的话版本的话，就本来上个版本就已经数值了，这次大家都削，那它削的话也没有太多变化，对吧？所以装备上面还是以这套为主，因为上个版本它这个真的太数值了。然后现在的话，只是数值上面削了，从 T0 是吧？或者 T1，T0.5 吧，然后削成了 T1，还是能玩的。这一局的话是对线圣，我们看一下他是怎么打的。圣的话一级还是蛮强势的哈，3下平 A 能造成100%伤害，而且不想给对面叠那个不灭，没那么容易哈。他把那个挡平 A 的那个给用了，那这样的话可以尝试消耗一下，就不至于说一点都消耗不了。对面交技能交的有点随意啊。这圣的话玩的很一般，可能只是当时就是为了单纯的针对一下这个蛮王选的英雄，有一些人是这样子，就是为了针对然后选一些不会玩的英雄。这波消还是打爽了的，这个血量的话就可以尝试越塔杀的。直接跑了，可能回家了。然后对面应该是带传送的，果然是。这样杀的话还得再消耗一波，血量得压下去。对面肯定会过来吃塔的，吃兵的，说错了。这里，这把打胜的话是选择带了这个，叫什么爆破的。没有选择带那个骸骨，但正常来说一定要带骸骨还是要有一点坦度有一点容错。我不太建议就是因为打肉，所以才选择带那个什么爆破。这个胜的话，最多就是潜伏。应该是个小绝活吧，但应该算不上高手。这里面选择这主要是这个账号的话，他打的是那个自己的账号，绝活哥打的是自己账号，所以分段是比较高的哈，是传说局的。打了6、7刀，一刀暴击都没出来，运气属实有点差。这样的话，大招好了，一大波兵线又可以尝试越塔了。就是蛮王想要越塔的话，你最好还是要一大波兵线，这样的话对面是亏麻了，而且也完全清不了兵线。这边打野过来解兵线的话，有点亏。上来直接跟他打，有大招的，这里穿墙。过来的话，那对面打野直接死了。这种情况下，有点那个了。他不知道有大招吗？这么久了，可能是上单没有给信息吧。那这样的话，对面上单应该是对面打野应该是不会对面打野应该不会过来再帮忙了。这种肯定路人局的话是吧？然后这里再吃一层爆破，把塔皮吃一吃，回去的话可以把那个做出来了，火枪给做出来。这里留最后一层，对面传送交出来了。
这里面可以看到对面卡莎发育比较好，那这局的话着重就是找对面的卡莎就行了。这把的话，只要压力给到对面，薇恩上路的话是薇恩加露露的，只要给点发育空间给那个薇恩，后期简简单单能赢的。这里来入侵对方野区，还是打探照，但也都没了。盲僧的话完全可以去控小龙，因为那个蛮王的话是可以单吃这个。这里把果子先打了，上来打了一套，喝一口血。对面做了那个重伤小反甲嘛，他打蛮王知道最关键要做什么。这里的话喊一声，为什么不推掉这个塔呢？其实就是给他造成一种这个塔要守住，有些人残血的塔就想守，你知道吧？这样的话反倒是可以找机会把人头给拿掉。然后这里的话做了个斗篷暴击，尽量让自己前期的时候暴击更多。这里又劈掉一个，谁在身边就劈谁。那这条龙拿到这个安妮上的有点想着急。先锋的话直接过去。会不会对面偷吗？好像没机会，对面没机会偷。那继续去下路给压力。薇恩的话拿到双人路的1塔，其实还是蛮爽的。他这样子，这把的话是应该算是，也不算特别顺，还是绝活哥这边优势比较大。回去的话把这个重伤给做出来，对面的回血比较多。这队友的话，薇恩连重伤都没做出来，难怪打得那么费劲。像打猫咪这种，直接做个重伤，他们就废一半了。这里的话，让薇恩过来杀个圣。哇，对面交闪现定住了。P， 但人头的话不能让了，没机会了。这里位直接锁，薇恩的话能跑吗？跑不掉，开大招，接着来砍。这里面的话被踢走了，有点尴尬。这盲僧有点害人了。盲僧，哇，踢里能打，太猛了。这就是踢林打野。哈，别说了，盲僧这英雄太素质了，我感觉，哎呀，真的是代版本代神。像虽然说这个版本电刀就火炮削弱了，但是还是没有说能替代这个装备的，还是电刀来的伤害更爽一些。而且能弥补蛮王没有 AOE 伤害是吧？没有太多好替换的那些。
哦，这里渗过来，后面没想到后面还有个蛮王，那就尴尬了。你过来送了一个啊，队友跑了，卡萨伤害好高。蛮王别去啊，这想强吃。这盲僧玩的有点凶。这暴击还是蛮高的。这里的话让打野去拿，这样的话有2个 buff。这里来绕后抓对面的位，给个减速先，不要着急。这里跟上，让对面伤害来了，大招没开出来，失误了。吸血鬼的伤害还是蛮高的哦，但没关系，薇恩这边在那里偷偷发育，盲僧伤害也很高。对面杀那个蛮王的时候交太多技能了，可以的。就是到了这个分段，只要不是像那个大师、宗师局可能差了一些，但到了王者局啊这些，是吧，就舒服很多的。看这里，电刀把对面回城给打断了 ，Q 还 Q 空了，那这样的话可以直接强杀了。队友在，对面队友在这里有大招的，P 完直接拉开，一个回血，直接选择回家。这把的话，前期优势还是很大 ，MVP 的话应该是能拿得到的。哎，可以强行推这个塔了，对面守不了的。盲僧好像踢错人了。这里安妮，啊，反倒不用帮忙，杀了。好像刚刚技能空了，还以为要被反杀呢。但对面的位其实没有太多经济，也还好。如果经济多一点的话，那就可能真会被反杀。装备并不是很讨对面的打野。就前期帮了一手上单，把自己帮崩了，估计。这里的话，对面4个人不好约，如果控住了的话，对面就死了。可惜没控到，把对方野区资源清掉就行了。对，上来，完了，这2个人在那浪，把人头给送出去了。就来了，拿了优势就要开始浪一下，是吧？不过有薇恩保底，问题倒不大。
哦，对面想来抓这个射手，回家补一下装备。韦恩打残血了，那辅助的话不知道能不能跑不掉了。这里找到对面上头就遇到了那个什么，那这里大招的话，对面直接跑开了，状态不是很好。这里过来直接劈死了，为对面的胜想要找机会，没大招的话。空间就不是很大了，对面在那打大龙了吗？啊，对面打也死了。这把不能再送了，因为对面有吸血鬼，吸血鬼配猫咪的话杀不死，这边阵容得炸的。魏估计已经去打小龙了，小龙的话应该是会被对面拿掉的。哦，这里的话选择做的是星石啊。顺风局的话是可以做那个收集者，逆风的话做星石。这已经有点，就是想稳一点，不叫逆风吧，想稳一点的话做星石。哦，这里有大招，狂砍，只砍对面 C 位，猫咪还想救，不给救了，但对面锁上来，没关系，该打的伤害全打出来了，这把是稳赢的了。那这样的话可以直接一波了，不用打龙了。好，那我们接着去看第二把吧。那我们接着看第二把的蛮王。蛮王打诺手的话还行吧，看操作了。这两边英雄都有自己的一个优势在，如果发挥的好，这种细节处理的好的话，就还行。这里前期跟对面对拼，不能给他打出血怒啊，尽量不要打出血怒。血怒的话打不过对方。有 E 技能的时候上去换个血，然后再用 E 技能拉出来就好了。2级以后就Q 给自己回口血。看他2级学什么，如果2级学 Q 的话，就果然学的 Q， 给他 Q 到的话，那就没法打了。这里一技能拉上来，走内圈，但可惜没走到，对方也不敢打到底。其实打到底的话可以互换，但这边是赚的，因为兵线是清的更多。对面3级引燃给到，
对面这个血量，E技能过去，哎，躲掉了，一个 Q 回口血，把对面拉扯麻了。因为他那个血量是不能吃到 E 技能的，所以他肯定是往后走。那你可以去用 E 技能去躲他的 Q， 把他的 Q 给骗出来，不叫躲他的 Q， 就 E 过去以后回头走，把他 Q 给骗出来。这就是细节。所以其实诺手打蛮王也没那么好打，蛮王打诺手也没那么好打，只是看谁的操作更好、更细，处理的更好。5-5开吧。这里一技能拉出来，不给对面勾的机会。就算对面 Q 的话，也是那个 E 出来了。等一手疾跑，这里 E 技能进内圈上来打，有那个大招的，完了被 Q 到了，那没了。盲王上的有点着，那个盲僧上的有点着急啊。其实把对面的打野骗出来先，终究还是上的有点着急。像刚刚的话，得等一手，等兵线进场以后再上。然后蛮王先去 A， 然后利用大招去扛伤害就够了。但蛮王那个盲僧直接上去了，那就没办法了。这里打断一下对方回城，对面打野过来了。这种情况下就只能控兵线，混一波兵线再进场吧。反正20多秒的话，大招可以尝试越对方的。因为大招可以把对面的 P 给吃掉，对面不 P 的话，是说蛮王是血赚的。这里的话，你可以看到他就是带骸骨了，因为打这种战士的话，有骸骨没有骸骨的话换不了血。对面直接 P。果然也是会打的，引燃交到，这样的话只能换了。哦，没有一丝血，很极限。对面龙王过来，E技能没有放，很稳。你血量控制的很好，不愧是绝活哥。对，兵线是在这边。现在大招没好，只要控线就行了。对方不过来吃线的话，其实有点怂了，被打怂了。诺手现在有点怕。其实诺手现在跟他打的话，蛮王是站不倒。这样的话10几秒了，那开始了，要上去耗血了，准备。他赶着吃这个后排兵线的话，就得被打。被动什么都点满的，这里上来就是打一套，一技能拉开，不吃 Q 的伤害。位的话在脸上，所以走了。走了的话可以尝试来换血。他开了 Q， 2技能也没了。那这样的话，吓一下对方，看看怎么打。上来敲，对面拉，不错，很稳，不敢打到底。对面，这里的话，把中塔给推了。
哎，上来直接劈，队友直接给控制。哎耶，龙王死了。这样线上没机会，就直接来找这个中路。这里把塔给推了，过来直接劈。好，大招还没交的。还有大招，对面射手说什么情况？怎么打完了还有个大招？他们以为啊，蛮王越完塔应该是把大招给交了。盲僧还在打 F4，啊，如果被抢了就尴尬了，待会儿。这样回家把第一线给做出来。那对面准备推塔，他如果把这个塔推的话，就是血赚了，所以不能回。这个塔还是很健康的，不能让对方吃到这个经济。下一波线的话还得守，还是得守。他们对面不想让蛮王回家，有装备优势，这样的话他打的话，其实这种情况下千万不要跟对面打起来，因为对方是有装备优势的。这波的话就可以回了，做个小重伤，然后再把耀光给做出来。这波还是有点亏的，塔应该是要被对面拆掉了吧？然后没有失血的塔，有这个电刃 AOE 伤害，推线能力提高了很多啊！这样子一直上去，就是蛮王的话也是有那个效果，就是 E 技能使用以后，通过平 A 是可以减 CD 的。对面的位还是蛮肥的哦，在双人路拿到了不少的人头。位往中路走了，跟队友说一声，这样的话可以把下路一塔给拔掉。哦，对面诺手在，那直接选择回家了，没必要再打下去了。啊，这又想贪这波兵线了。直接做个水银。中路打了起来，找一个切入机会，平 A 一下可以加个移速，有时候追不上的话。但对面有天铺，天铺的话没必要再打下去了。安妮有一个推棒接大招，很好的进场机会，这里可以直接绕后，对面直接交那个虚弱的话追就行了。对面给控制就有水银，完全不怕。那这样的话，小龙拿完直接拿大龙。蛮王可以直接去上路单带吗？还是选择去帮忙拿大龙？啊，直接帮忙拿大龙，然后中单去把上路兵线清掉。
哦，这里逮到机会了，对面动手在这回城劈的话也劈不出伤害，因为他知道有大招的话，蛮王有大招，他是劈不出那个大招伤害的。哦，上来直接给大招了，赶紧走，打不了。血量不是很健康，把大招给浪费了。这里的话，尝试分带，然后中路给压力就好了。下路的话是能推2塔的，中路给压力，但安妮跑了。啊，那这样的话喊那个双人路过来，推下路塔就好了。如果对方敢来守，只有一个龙王，还有个射手的话，那可以越的，看机会。安宁被开了，但估计跑不掉了。那下路兵线到了，那2塔可以收掉。要么拿塔换资源的话，也是被迫，无奈守不了这塔，不好守这个塔。这样的话，去带上路线。蛮王这边的话，没有3个人是抓不死他的。就算抓得死的话，可能是吧，3个估计都还得被换掉一个。如果差一点的，换2个都有可能。动手 Q 用完了，E技能直接上引燃。哎，不上，不打算上引燃，我觉得太肉了，杀不死。安妮单带的话风险太大了，其实让蛮王去带才对的。但这里面的话，继续找这个弄手。哦，这里的话还是选择做星石哦。那可能收集者并不是最优选嘛，但他的推荐装备还是那个收集者。你看，可能是想让人头给这个队友的，因为你守收集者的话，他会一直抢人头那些。好，那这期的话就到这啦，欢迎大家收看，拜拜。